各位慧命书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集的节目内容主要探讨的有几个主题：灵修之于灵通的差异性为何？面对天地鬼神要存有的心态又是如何呢？修行之路没有捷径，唯有走出自己的道路，才能找到三教经典的智慧源头。让我们马上进入节目，听听辅仁大学宗教系郑志明教授的精彩解说。慧命书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慈雅。今天非常荣幸我们又再次邀请到辅仁大学宗教系系主任郑志明郑教授来和我们谈谈最近在大陆非常那种火红的话题，就是特异功能还有能量学。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常常就是在比如说在修行，然后跟特异功能然后跟能量很多都是画上等号，其实它还是有些不一样的。那至于怎么样的不一样呢？那我们当然是邀请到学识渊博的宗教系主任，然后郑教授来帮我们回答这个问题。郑教授你好。刚才我们有说到这个灵它可以有很多种称呼那从现在的观点来讲，它可以把这个灵称为能量不管你称灵也好，称能量也好，这只是时空不同，用的术语不同而已当然你也可以把灵解释为各种特异功能有一些人他既有着跟灵感通以后，他可以展现出各种特异功能或者特殊的灵力或者灵能所以特异功能你也可以称之为灵能就是以灵交通以后展现出来的能力所以这个灵当然可以有各种不同现代的说法那这个对现代人来说，这样的新的说法反而更吸引人的这个关注所以什么能量开发啦特异功能的启迪啦这个在目前宗教界里面经常很多人在开班学习，那很多人也希望说，我能不能在短暂的时间，我就可以具有着这样的一种超能力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灵修跟灵通的差异。灵修其实不是短暂可以速食开花的，其实任何的灵修都是死而后已，都是我们一辈子要坚持的一种奋斗但是灵通或者神通可能就是一个我透过短暂的训练，我是不是就能够具有这样的一种特殊能力我们要问的是，你经有短暂的训练，你具有这样的特殊能力，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是回到你的心性的涵养，回到你的精神层次，还是你的目的只是为了展现某种，或者透过这些能力来获得更多的世俗的利益那这就是我们要去分辨的啦。所以因此真正的源头还是圣凡之变圣俗之变就是我们在做各种修行的时候，我们是为了神圣还是为了世俗？如果是为了神圣，它不带任何的目的，神圣就是神圣。教授对不起再让我请教一下因为我们就是俗嘛，我们就是凡人，我们就是俗不可耐嘛那其实我们在知道，就是说有些人他就是想要把能量快速的开发出来其中有一个是因为我怕鬼，因为我怕鬼。但是我能量高一点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可以等于有一个防护罩，然后可以抵御外来的干扰。那这种人叫做不明就里的人为什么叫做不明就里？为什么你要怕鬼？那就是你对鬼神之灵不了解嘛。所以我才说，我们要先了解这四个灵：天灵、地灵、鬼灵跟神灵。这个灵都是终极的，甚至天地鬼神的灵可以合起来，我们就叫做天地鬼神之灵。而那个灵就是无形无相的。那你对这个无形无相的灵，你干嘛害怕呢？你喜欢神的灵，不喜欢鬼的灵，
那就是你不了解什么是神灵，什么是鬼灵呢？神灵代表言善的，鬼灵代表不善不恶，或者就是说有善有恶。那我们还是要有善有恶，转向言善的神呢？所以你为什么害怕这些有善有恶的这些鬼灵来干扰你？所以真正的问题出在你不了解生命嘛。所以我们是不是就是要修到魂强、魄强、能量强的时候，然后因为他如果与我们同在，如果依老师前几集的节目里面所讲的啊，就是鬼灵也是与我们同在的话，同一个空间，那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怕它，就可以不会被它干扰到？是一直要讲心态问题，心态问题也就是目的问题。是你这样的一些修持，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为了神圣还是为了世俗？你要追问的是这个问题啊。那神圣的话，我们神圣是何为神圣？何为神圣？神圣也可以称为就是灵就是我们人与灵的关系，我们跟灵的直接感通。灵也可以讲是道，它是一个完全圆满自足的。那我们希望就是我们从一个俗进入到圣，达到一个圆满自足的那个情境。那但是当我们从俗去朝向一圣的时候，可能我们还会受到各种俗的干扰。那我们有没有能力把这种干扰我们朝向神圣的各种世俗的这种干扰把它摆除掉？所以我才提到我执跟法执。那我们能不能摆脱我执？我们能够摆脱法执，用我真实的灵去朝向宇宙的灵。其实我真实的灵跟宇宙的灵早也就是合而为一，圆融自在。讲到合而为一，那教授，我们到底是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啊？然后可以，你为什么要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因为我们也想要追求神圣。你简单的方式里面就掉落在一个功利需求上。那还是要顺其因缘，顺其自然。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其实现在的人在修行，他的心态都是功利心态，所以越快越好，越短越好。短时间我就可以跟灵合一，你只要有能力帮我在短时间开发这个能力，我就跟你学这个就是一个素食文化。而现代如果修行还充斥着这种素食文化，那你根本没资格叫修行啊。所以我们还是要一步一脚印，然后多读圣贤书，是吗？你一直要我告诉你有没有快捷的修行方法？这是很多人都想要知道的问题。我在告诉你，我们的生命很短暂的，从出生到死亡，给你最多100年好了，是不是当然有人说不止啊，我可以120岁，好，给你120年好了。但是这120年也只不过几万个天，很快就过去了。那我问你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面，这个肉体永远是有限的。那你用有限的肉体去追求那个无限的灵，当然要追逐到它很困难不过你有这个肉体才能够去追逐所以像佛教、道教都会讲人生难得啊。对啊。那有的还加强东土难生啊，就你能够生长在这个有文化的有灵的、有道的世界，让你来追求好，这个在生死学里面我就说了，我们要懂得怎么样这个解决我们这个死亡的遗憾，那我们就要以身济死，就是说我们要透过有限的身去化解的死亡的各种遗憾。那你就要在有限的身里面去充分的去开发你跟灵相应的那种生命的境界。是，而那个充分的开发是死而后已的一个无穷尽的努力。因此你灵性的圆满绝对很难用现实的利益去衡量，任何的境界都可能是一种过渡。我们要无限的去由境界转换境界，你在不断的去趋近于灵，而不断的趋近于灵这样的一种努力是永无止境的，哪有什么快速便捷的方法当然你要修的应该是说，
我持续的努力啊，我不要做白工，那可以，就是说你持续的去回归生命，持续的去不断的提升自我，这个是可以做的。所以任何的修行就是你能不能不断的提升你自己，但是提升啊也不能数量化啊，就是说啊，我透过数量来了解说啊，我修到多少我就提升多少，其实数量化也是一种执着啊。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无执着的永远的走下去？是。老师，我像在修行的过程当中里面啊，因为我读了很多就是像身心灵的书里面，他就有提到啊，就是我们修行的过程里面，我们修的这个就是最主要要有慈悲心、同理心跟感恩的心。老师觉得说，这个在修行里面是不是它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到最后会生成的？好，这个其实这一切的说法。这一切的说法都是方便的说法，那佛教为了让我们去追求终极，它也开展了很多的方便法门，所以佛教讲修行法门有84000法，就表示说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便方式去回到终极，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书在教导我们怎么去朝向终极，那都是他个人在朝向终极的体验，而他把这些体验转换成文字来指引我们修行的路，当然这可以了，因为在修行的路上，当然我们需要有老师的指引，然后一步一脚印的让你越来越贴近于灵，越来越领悟到灵的生命内涵。那这个需要老师来引导，我们也需要透过书来引导。但是如果你把这些书都当作是真的，当作都是唯一的这个开发我们生命灵性的方法，那就变成一种法执啊。是，所以我们如果是这样，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还是有一个最，当我们在强调灵修的时候，有一个最基本的心态，那就是我们要不断的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回归于灵性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回归于灵性？其实就是寻找我们生命的源头。那传统的文化在这样的一个修行里面，就说我们不要往前进，我们要不断的往后。往后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讲的报本还实。我们回到根本处，还有还实，回到原出处，回到生命的本初之处。那后来道教的这个丹道他就在讲回到丹。对了，教授，你刚刚讲到这个理论的时候报本还实，那我想到这跟那个就是有一个灵山法门，它的复古收远认主归宗，这个是一样的道理吗？找到回乡之路。对只是当然每个人每个宗教，它跟您的交接不同，它可能用的术语不同比如说你刚才提到复古收敛，对为什么要复古？因为认为古代什么都好嘛。现代什么都不行嘛，这个事实上孔子那个时代就这样了，就是所谓的复古理论，古代是一个有道德的，后来人心不古，人离道德越来越远，所以我们能不能学习古代的方法，就复古。然后什么叫做收敛？这个收敛其实是受到这个圆代表圆满嘛，也就是生命的一个充分的开展嘛。那我们让这个世间就是一个圆满的充分的开展所以你讲复古缩圆也可以，那你要讲报本还实也可以其实儒释所以儒释道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寻根回到天地的根本，回到生命的根本，回到圣贤的根本，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礼之三本跟三祭祭天地，祭祖先，祭圣贤。那这就发展出我们的传统宗教所以我们传统宗教主要祭祀的对象就是这三个一个是天地，一个是祖先，一个就是圣贤嘛。这三个就代表灵的三种形态嘛。那么天地代表终极，天地代表一个终极的灵嘛。那祖先代表我生命源头的灵嘛。圣贤代表文化，人跟动物的不同就是人
开发出各式各样的文化，灵学啊，也可以是一种文化，这个都是我们圣贤开发出来以后引领我们的路，所以修行就要跟着圣贤嘛，怎么样跟着圣贤？就是读三教经典嘛，我们可以读儒家经典，我们可以读道家经典，我们可以读佛教经典，透过这些经典，让我们透过经典的智慧，让我们跟灵越来越相近所以要读书啊。但是读书啊，不是追求知识，而是透过这些书里面的智慧，让我们直接回归到智慧的源头处。那我们传统的智慧在哪里？就在儒释道所以到我们宗教系来，我们的目的也是回到儒释道的经典，去理解生命的本真，然后透过这些经典来帮助我们开发出生命的本真，而不是让我们去执着经典。如果执着经典，你读过千经万典，你不能悟你跟灵的那个相交的内涵，那千经万典根本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教授说，刚刚这样听下来的话，就是真的是修行，它没有捷径，它所有东西就是要从我们的觉知力当中，然后我们必须要慢慢的去体悟，是吗？所以同时也是告诉我们的观众，就是人生难得，所以人生我们一定过得要值得。教授，就是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灵修的那个过程当中啊，我们有看过一些人，比如说他在庙宇那边啊，或者是说他们可能在公坛寺庙，不管他在什么样的地方，有些人他比如说他已经是起灵了，那他起灵了之后啊，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他们有人就是会训体，然后他们有所谓的就是架，然后他们会写所谓的我们看不懂的语言。那教授对于这种灵修的现象是要怎么样？可以帮我们怎么样的一个诠释吗？或帮我们释疑？这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必然，还是一个？好，我们刚才我说了，任何的修行的方法都是方便的，所以修行的方法五花八门那佛教统称叫84000法，其实可能不止84000法啦但是84000法事实上已经是非常多了。所以我们要懂得，我们要对各种修行法门的尊重，不要去批判人家的修行法门或者不要说我的才是最好的，这就有一点排他心态你要了解的是84000的概念，是说每一个法门都有它自己殊胜之处当然也可能每个法门也都有可能都有它的极限性，那这些都是他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去对任何法门去做批判，任何法门都可以帮助众生去强化人与灵，或者人开发出自身的灵，或者人灵可以跟天地鬼神众灵可以感应相通，可以互相成就。所以以上教授所说的那些，就是不管是讲灵语啊，还是开天文啊，这都是与灵的一个感应、一个交通的方式吗？这都是方便的展现方式，每一个都是最特殊的，我们要去尊重每一个展现的方法。是只不过所以这些现象是存有的吗？当然都是存有啦，方法无穷无尽。这个我们讲的灵感的方式，刚才我讲的这个祭祀、降神，还有占卜，那这个可以转化成几千几万的方法。所以任何的方法，只要它真的是帮助人贴近于灵，那这些方法我们都应该尊重。我们不应该是分别心有分别心以后就会比较高低，然后就会产生的各种排斥心但是人很容易有这种，都希望自己是唯一的，而且最好的。所以一旦你在讲你切地于灵的时候，你一定要去不断的去标榜自己，我这个方法是最好的，而且是唯一的，可以的，可以是最好的啦，但不是唯一的，不是唯一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你不要排他，你的方法最好，别人的方法
也可以是最好。那么大家都在追求人跟灵的合一，然后追求天地人鬼神的合一。那么任何的方式都在朝向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时候，任何的方式我们都要尊重。但是我们要反思的是，当我用这样的方法去朝向灵的时候，当我在操作的过程中，我有没有受到世俗的牵连？我有没有过度的是世俗化，而使得我的动机不明，或者使我的动机狭窄的这个世俗的功利心？那我们要有这种明辨的能力，就是让神圣回归神圣，不受任何世俗的干扰。那任何的功法，我都可以说是最神圣的，但是在实际的操作的过程中，可能就会受到人的欲望的宰制。所以有时候不是那个功法的问题，而是人的欲望的问题而人的欲望会使得俗无孔不入，而这个无孔不入会让人有操作的空间吗？这个无孔不入就使得人跟灵的距离就越来越远。老师讲的是距离，我所谓的距离越来越远，就是说，因为你把各种世俗的目的加在身上，而你又号称这是最神圣的。老师，我讲，因为我是反人世俗人，所以我在讲说，这是世俗利益上的操作是吗？那以上像我讲，就是说刚刚我们所讲的，不管是天文也好，会讲天语也好，其实教授你主要那都是神圣的，你回归给他神圣，你不要让他夹杂着太多的世俗目的。所以教授，我们就是说，这只是我们其中一个法门里面，它就是基本，它就是过程里面会有的，可能是一项工具也好，一项现象也好，其实它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它不需要，就是说没有什么特殊性嘛，对不对？它不需要去强调它的特殊性，这是一种自然的现象，这应该不是人为可以求来的，是吗？是要回到心性的源头去做善恶之辨，而善恶之辨其实也就是圣俗之辨。问题是我们在这里下的功夫不够，所以最重要的是回到最原初的念头，一念善则悟，一念恶则迷。是，那悟与迷只是在一线之间，因此任何的法门其实都是善的，但是任何法门在实际的操作中，也可能被很多的俗念把它加入在他身上。当各种俗念加入在各种修行的法门上的时候，这些本来是神圣的东西，就带有着很浓厚的世俗功利的色彩。一旦带有着很浓烈的功利的世俗色彩的时候，就降低了它原来的神圣性。是那我们要对这样的一种世俗而降低的神圣的这样的一个种种的现象，我们要有防避的能力。如果没有防避的能力的时候，我们认为的神圣，随时都可能是被世俗所牵引的神圣，或者是被世俗所干扰的神圣。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虽然以为我们是在做神圣的工作，我们在做灵修的工作，其实都不是。你还是为着世俗，你还是迁就于世俗，结果你还是掉落于世俗。这个时候，你就让神圣也跟着掉落了。是，而神圣的掉落，就使得我们找不到神圣了。所以我们知道宗教是最神圣的，修行是最神圣的，灵修是最神圣的，灵学是最神圣的。但是当我们把世俗的各种利益加进来的时候，我们就让这个神圣不断的坠落。是，而我们怎么去化解这个坠落？就是我们要有足够的自觉反思的能力。如果我们没有足够自觉反思的能力，其实我们就被整个世俗的利益牵着走。那今天科技的发展，然后人的唯物心态，其实很多的东西我们受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很多的东西我们早已经，很多神圣的东西早已经都牵连着许许多多的世俗的内涵在里面。所以因此动机、存心、花心都已经不单纯了，那你又怎么样能够让他的神圣可以彰显出来呢？这个
就是我们要有足够的反思能力，而这个反思能力就是回到灵自身，回到生命自身。那我们可以透过古人的智慧，回到儒释道的经典，让他们的经典产生的一种智慧，来引领我们朝向真正的神圣，而不被世俗所干扰。这样就是真正的防避。OK， 好，各位慧明书院的观众，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已经有限，那我们非常谢谢郑教授来为我们诠释，然后跟释疑跟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些灵修的现象，然后把这些很自然会发生的现象，然后把它再回归到神圣的方面去。OK， 好，我们下次见喽，拜拜。由郑教授在节目当中的精辟解说里，我们可以知道灵修的8万4千法，每一种方法都是最好的。若人不能悟，读千经万典也是白费功夫。灵修的过程中，不应该被世俗的利益所干扰。怕鬼是因为你不够了解生命。我们要摆脱世俗的干扰，超凡入圣。修行没有便捷的方法，完全听信名师的方法也是一种法子。人应该要报本反思，回到生命的根本。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按赞、订阅、分享。